臣，无视领路规则，滥杀无辜，可治罪。把齐宣交出来！放肆！牧臣，大肆屠杀，犯下血祸罪行，其罪当诛。且慢，牧臣违规，必有缘由。吾等迂腐，凶兽暴虐，何敢小儿之罪？若非牧臣，何来凶兽？齐宣牵扯其中。领路试炼者牧臣，违反规则，即日为武大院逐出领路。我会在武大院等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来。千儿姐，你小子还真行啊，竟然从感应境晋升到灵动境初期了。要不是刚才试试，姐还不知道呢。藏的可真够深的。千儿姐，这可不是刚才你偷袭我的借口哦。哟，翅膀硬了？姐可是天界灵动境中期的高手，你可打不过我的。唉。还是从前那个听到打雷就抱着我大腿的小牧尘可爱，粉嘟嘟的像个小糯米团子。千儿姐，好啦，今天姐带你去个好地方。你从灵路回来后，我老爹就叮嘱我要好好照顾你。哦，糟糕。牧尘啊，姐不该提那什么灵路。千儿姐要带我去哪儿啊？哦，走。这北陵院啊，有处绝佳修炼之地，姐带你去见识见识。进入灵动境便有机会升入天界了。哎，到时候你可得来东岳帮姐姐。让天界西院那帮家伙知道厉害。那不是牧尘吗？那个被林路踢出来的家伙，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竟然被踢出来？那可是林路啊！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中途就有人被取消灵鹿资格。莫不是选错了人，才被赶出来的吧？你们西院的人就这么喜欢嚼舌根？学姐，你误会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会计小人过。西院这些小子不好好练功，一天天的就知道拿别人说三道四。有这闲工夫，要不来跟我过过招？千儿姐，不是说要带我去修炼之地吗？再让我听到你们胡说八道，有你们好受的。是，快走！又是他们。没事，走吧。起风了。萧院长，您是在担心北灵境九域势力的纷争吗？我们不掺和九域的事。其实啊，倒是此次地界院士可准备妥当了啊。西院学员们都在加紧修炼呢，特别是那柳玉小公子柳阳，实力定能让萧院长眼前一亮。好，莫师，那个沐尘是在你们东院吧？那小家伙从灵鹿回来后，修炼的如何呀？哦，沐尘已进入灵动境，此次也很有希望升入天界。灵鹿的事已经让他耽误了1年的修炼，我看莫师还是让他回沐域好好巩固一下境界吧，不要拔苗助长啊。无妨，比试也是修炼嘛。东西两院的争斗不是坏事，让他们在院士比武台上大展身手吧。是，萧院长。唉，待在地界也太无聊了，我可等不及要升入天界西院了。啊，沐尘，西院那帮家伙你不用理他们，待会儿我介绍几个师哥师姐给你认识。千儿姐，她怎么和那个被灵鹿踢出来的废物在一起？何必为不相干的人动怒？沐尘这小子，3个月前打赢了我们地界西院第3，看来是有争地界老大的位置。沐尘，哼，好了，柳阳，不久后便是院士，你要以地界第1的身份升入天界。这有何难？我本就是地界第1。不过大哥，这对晋级天界很重要。地界东西2院都认可的第1，升入天界后，会得到更多有利的修炼资源，对争夺5大院的名额有帮助。5大院，正好借你这块绊脚石，让我的第1来得更加名正言顺。我们柳玉早晚会拿下整个北灵境，这沐浴少主就交给你。大哥，爹打算对沐浴动手了吗？反正你给我记住，我们柳玉只能赢，不能输。怎么了？跟我走吧。不好了，西院那帮家伙又来欺负人了，连谭青山都不是他们对手。啊！快去找莫师！放开我！给我滚！你们别太过分了！去你的！就这还想守场子？住手！你在穆元老大在，你还敢动手？去你的！弱成这样还想救人？穆元，这修炼场先到先得，你们
西院竟然直接动手抢，简直蛮不讲理！哼，谁让你们东院这么弱，活该被抢！要动手就去比武台，你们这样就等着被导师责罚吧。哦，没想到东院还有如此标致的小学妹，不如来我们西院，跟着哥哥。哦，闭上你的臭嘴！青山，你没事吧？哼，灵动境都没到的废物，还敢跟我动手？谁给你的信心？混蛋！若是穆克在这儿，哪有你这西院第2校正的份儿？你，拿我和沐尘比，他算个什么东西？穆克，沐尘，都还好吧？穆克，没事，你怎么来了？没事，没事就好。剩下的，我来吧。他们的信心是我给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哼，真是好大的口气啊！沐尘，你还当自己是个天才？想我北陵境10几年才得到一个灵鹿名额，却被你这个家伙浪费了。若是灵鹿名额交给我老大的哥哥柳慕白，应当不会被人当还非要自己解决，跟西院的人说那么多干嘛？揍就完事儿。说完了吗？动手吧！一起上，拿下他！你还打吗？哼，有本事你别走！我们西院老大柳阳，走就想会会你。难道不打算道个歉再走吗？对，必须道歉！道歉？凭什么？不愿意吗？那看来是没得谈了。沐尘，你真以为我怕你？延长，小心！现在可以道歉了吧？赢了！太厉害了！太进入灵动境。这小子才进入灵动境，怎么那么厉害？沐尘兄弟，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呀！不愧是曾经参加过灵鹿的人啊！不过你这般作为，未免太不把我们西院放在眼里了吧？柳阳，他怎么来了？地界第一，柳阳。老大，这小子太嚣张了，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看了半天戏，终于忍不住要出来了吗？沐尘，今日之事，你得给我们西院一个交代。交代？明明是西院无故打伤我们东院的人，我看应该是你给我一个交代才对。不过是凭运气获得了灵鹿资格，都被踢出来了，你凭什么嚣张？是不是运气？你来试试便知晓了。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哼，沐尘，今日我得让你知道，你什么都不是！沐尘，都给我住手！
牧师，学院中若要切磋，可去比武台。在修炼之地乱来，你们是想受罚？牧师，不是我不想去比武台，只怕是有人不敢呐。只是觉得打狗脏手而已。嘴硬。够了！10日之后便是院士，到时候没人会阻拦你们。谁若是获得院士第一，未来对他进入武大院也会有好处。所以，都把力气放到院士上去。我会在武大院等你。牧师所言在理。牧尘，你总不能院士时还做缩头乌龟吧？好吧，看来院士时只能带根打狗棍了。你给我等着！哼！牧尘，我去把他揍一顿得了。你答应他的院士挑战干嘛？你还没修炼灵诀，会吃亏的。没事，我自有办法。狱主，这柳玉近期在我们沐浴边陲造成多起伤亡，若不以牙还牙，他们还真把我们当软柿子捏了。唉，还不是时候。可是，好了，当年柳玉老祖柳敬山横扫整个北陵境，柳家差一点就成了北陵之主。我们的实力还是弱于柳玉啊。可现在的柳玉之主柳晴天和您一样，都是神魄境。好了，周兄，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嗨，不聊这些了。倒是沐尘那小子，还没回来吗？小沐从灵路回来后，就一直在北陵院拼命修炼。狱主，他不会……没事，不管发生什么，我都相信我儿子。老爹，周叔。啊！我回来了。又长高了。你爹刚才还在念叨你呢。怎么样，小沐？最近在北陵院修炼的如何？你小子已经灵动境初期了。好。爹，几日后的院试，我已答应了柳阳的约战。若是没修炼灵诀，恐怕会有些麻烦。柳阳，那个柳玉的二公子。正是。哼，这柳家没一个好玩意儿。小沐，你答应他做甚？北陵院一向中立，从不管九玉之事。难道柳晴天他想要借机？罢了，当务之急还是我先带你去选灵诀吧。周兄，近期整个沐浴加强防备。是，狱主。走，老爹带你去灵诀室。你老爹的存货全都在这儿了，随便选吧。这灵诀呀，分为攻法灵诀、攻击灵诀、防御灵诀等等，而这些灵诀又分为神级、灵级、凡级3等，每一等呢又分为上、中、下3品。炎龙法，竟然是灵级下品的灵诀。你小子眼光倒是好，这卷灵诀可是你老爹拼了性命才拿到的。我所修炼的便是这炎龙法，这还是我当年获得龙岩雕精魄时所得。
大浮屠诀。晨儿，老爹，这是？这部灵诀连品级也没有，你选其他的吧。我总感觉，若是不选择它，我会后悔的。你真的要选择它？嗯，我就选它。静，真不愧是你的儿子。娘，老爹，这灵诀到底什么来路？这是你娘留给你的，不过她也说过，你若没选择它，那就让这灵诀一直尘封下去。娘，应该还在吧？他在哪儿？你娘的事情很复杂，现在告诉你反而是害了你。娘的离开，是不是跟我有关？你一直是她最牵挂的人，为了你，她可以放弃一切。是爹没用，没能让你娘守护在你身边。爹，你也很想娘吧？是啊，老爹，终有一天我会找到娘，让我们一家团聚，谁也阻拦不了。你既然选择了大浮屠诀，那便好好修炼。你娘留下的灵诀绝非凡品，等你修炼到某个层次后，也许你便会知晓一切。以身化浮屠，正灵之大道。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凝练出了第一丝灵力。这丝灵力怎么如此霸道？这个世界，唯有不惧任何困难，才能强大自身。我一定要做到对爹和洛迪的承诺。爹怎么把这破灵珠给了我？大哥，难道在爹眼中我就这般无用？区区一个牧尘，还不至于用上能重伤灵轮境强者的破灵珠。不过明日的比试，须赢。要让整个北灵境知道，我们柳家才是北灵境之主。是，大哥。至于这破灵珠，全当留作最后的手段吧。牧尘，原来这大浮屠诀分为筑基、凝形以及化塔3重境界。虽然还只是摸到一点筑基的门槛，但已经能感受到这灵力的霸道了。不愧是娘留下的灵诀。老爹，周叔。看来小木这几日是修炼有成啊。明日便要回北陵院了吧？若是你能通过这次院试的话，应该就能进入北陵院天界。到时候你就有资格争夺5大院的名额了。放心吧，老爹，那名额我要定了。好，有魄力。以小木的能力，定能如愿以偿。不过，单靠灵气击碎石头还远远不够。小子，要不要和我过过招？在实战中，方能体会灵诀的作用。老爹，别开玩笑了，你可是神魄境强者，我区灵动境，这不是找虐吗？我自然不会亲自出手。
让龙岩雕对付你就够了。我将他的力量压制在灵动境初期，只要你能挺过他3招，那与柳阳之战，定获胜无悬念。 3招吧，好，老爹，你可别手下留情了。小木，那你可要小心了。那就开始吧。速度居然这么快！算你这臭小子挺过1招。 不愧是神魄境的灵兽精魄，就算实力压制在灵动境初期，也绝不能小觑。狱主，没必要把小木逼到这份上吧？生死之间，敌人可不会留手。 这第3招的时间未免太长了吧？力愈发浑厚了，果然是遇强则强。我就直接来试试突破这筑基的门槛吧。3招一到，回来吧。 这是无妨，应该是在刚才的战斗中有所领悟。应该快了吧？应该快了吧？呀，牧尘竟然不在啊！难道他怕了？也对啊，毕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输给我，实在太过丢人了。这家伙，牧尘这小子怎么还没到？院士都快开始了。你看谁来了？是柳慕白，没想到他也来了。他是来为柳阳打气加油的吧？真是风度翩翩，不愧是我男神。 萧院长来了。萧院长，萧院长，规矩你们都已知晓，上台者皆有一次挑战对手的机会，不过仅有1次，须得量力而行，挑选合适的对手。同院之间比试切磋，不得伤人性命，切记。 时辰已到，院试开始。终于开始了！加油啊！加油！加油！开始了！这小子不会发生什么事吧？真是急死人了。好吧，我先来吧。柳阳这么急着就出手了。牧尘呢？我挑战牧尘。是牧尘？对啊，牧尘呢？不知道啊。这要是不应战，就算输了呀。江儿学姐，我先去会会他。谭青山，柳阳。 想挑战牧尘，先打赢我再说。啊！这愣头青想什么呢？他怎么可能是柳阳的对手？东院这是没人了吗？这是什么歪瓜裂枣都来挑战我啊！歪瓜裂枣，看清楚！灵动境，谭青山竟然也进入灵动境，灵动境，没想到谭青山也是灵动境啊！难怪有这胆识，原来是突破到灵动境了。出手吧！ 别说我没给你机好不容易进入灵动境，还是赢不了吗？拼了！3日拳！
谭青山竟然已经能和柳阳不分上下了。是啊，看来我们东院的实力已经不比西院弱了。以为这样就能赢吗？我看你还往哪里躲！很嚣张吗？来啊！哼，这谭青山灵动境了，不还是打不过？那当然，柳阳可是地界第一人。刚到灵动境就敢挑战我，不自量力的东西！不可到之前，我绝不能倒下。服不服？要服你也配？什么？不行，不能再打了，青山！就只有这种程度吗？都赢了还打？还动手啊！宁死不屈，好好享受我这烈焰的折磨吧！你的对手是我。缩头乌龟，你终于敢出来了。没事吧？没事。你刚进入灵动境就能跟他拼成这样，已经很强了。再修炼一阵，要赶上他并不难。这家伙先交给你，以后会亲手打败他的。先去休息吧。帮我们东院把地界第一拿回来。本场柳阳胜，柳阳不愧是地界第一。下一场牧尘对战柳阳。牧尘加油！木哥加油！冲啊！只要打败你，把你踩在脚下，千儿姐就会明白，她真正应该关注的人是我。可惜，你应该没有这个实力。这牧尘也不过就是个灵动境初期。对呀，柳阳都灵动境中期了，这牧尘还是白给。红灵，你看这两人，谁胜面更大？他们两个都是灵动境，父亲又都是一域之主，修炼的灵诀应该都不会差。不过柳阳的修为已经达到灵动境中期，而牧尘不过灵动境初期，应该会吃不少亏吧。柳阳实力不错，牧尘若败在他手中，也不远。就你，跟我拼灵力！牧尘就这点本事吗？真让人好奇，他是怎么获得领路资格的。
若是他连柳阳都战不过，那灵鹿的选拔就让人有些失望了。还在为灵鹿之事耿耿于怀呀？这有什么的？就算你没有获得灵鹿资格，你们柳域不也还是北灵境最强？如果我获得灵鹿资格，说不定你们红玉现在已经跟我们柳域全面合作。比赛还没结束呢，说这些干嘛？我们还是看看，到底是柳阳强，还是牧场强？我看你还能撑多久！不愧是在灵路历练过的小家伙呀！牧尘的眼力很毒辣，总能一眼看出柳阳攻势中的破绽。这个机器不蓄有身经百战之人。话是如此，不过牧尘灵力弱于柳阳，时间一长，只要柳阳聚集力量来个重击，牧尘必定抵挡不住。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臭毛毛能有什么用？你！吕布竟然被打中了！怎么会？竟然处于了下风！你很好，是逼我的。那是柳家的绝学炎阳掌啊！听说那可是出名的难练呢，柳阳竟然把他给练成了。是啊，看来这柳阳的修炼天赋果然了不得。尝尝真正的灵诀吧，炎阳掌！以为这样就完了吗？再来！不愧是炎阳掌，你就投降吧，牧尘！牧尘，刚才这点开胃小菜就扛不住了吗？再来试试看这个！牧尘，不要勉强！这么大，这能打得住吗？这记炎阳掌一出，柳玉就赢了。看来得试试大浮屠诀的威力了。继续，就快快的接受失败的命运吧！想要踩我，就怕你没这资格。灵动境中期。什么？牧尘有灵动境中期了？他不是才灵动境初期吗？怎么这么快就晋升了？真有些能耐，这下鹿死谁手就难说了。牧哥好样的！知道了，牧哥这是个血是灵鹿的人，牧哥加油！这不就是不一样？我看啊，胜负还是蛮亮的。灵动境中期了吗？那又怎么样？我这可是灵级灵诀，看你怎么接！来吧！你挡不住的！牧哥加油！牧哥加油！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还真是让人意外呢。
用再打了吧？柳阳竟然输了，怎么可能？赢了，牧尘赢了！赢了，牧哥赢了！牧哥好样的！你是我们东院的，看西院他们以后还敢嚣张？就是，不客气，早就知道。柳阳又想干什么？哎，那是什么？错，现在可不是时候。好强的灵力波动，不管是什么，都不能让他出手。要宰了你！你在干什么？今天必须死！还给我！别动！你干什么？大哥，再把东西抢回来！牧尘学弟，柳阳不懂事，冲动起来没轻没重的，还请看在我的薄面上，把东西还给他吧。这东西都能拿出来，真不愧是柳玉小公子啊！如果这东西炸在你们身上，滋味应该也不好受吧？想必牧尘学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将柳玉和沐玉的友谊置之不顾吧？哼，友谊？刚才那是什么东西？你竟敢在比试中用破灵珠！什么破灵珠？破灵珠了吗？竟然是破灵珠！这破灵珠可是破坏力极大的灵气啊！是啊，这要是炸了，连灵论界的强者也要受到重创吧？就是分明是输不起，这太卑鄙了！怎么回事？院长，柳阳一时冲动，不过好在没有造成什么伤害，还请见谅。柳学长的意思是，一定要我被这破灵珠打成重伤，才能追究柳阳责任吗？哦，牧尘学弟误会了，我只是庆幸柳阳没有闯出什么祸而已。不管有没有闯祸，北陵院都有北陵院的规矩，他违反了规矩，就得按规矩处理。莫师，此事按规矩该如何处置？按律，柳阳将会被剥夺进入天界的资格。什么？哥，是。这样的话，柳阳就失去争夺五大院名额的资格了。我们北陵院有资格争夺五大院名额的人本来就少，要是再少一个，那几率更渺小了。而且如此处置，柳阳的父亲怕是不会善罢甘休。我们犯不着与北陵境第一大狱交恶呀。不过牧尘的父亲也是一狱之主，这事若放下，怕沐玉也有怨气。好了，此乃我北陵院之事，不必在意柳玉、沐玉的想法。做这么危险的事，应该重罚才对。柳阳这是要被罚，就可惜了。就是呀，这下麻烦了。关系要搞僵了。牧尘，你看此事。院长，此事是柳阳莽撞，不过我也确实没伤到手。哦，这样吧，这破灵珠就当做是柳阳赔罪之物，我也不跟他计较了。什么？你想得美！你这……既然牧尘学弟看上这破灵珠，那便送给你吧。这家伙能屈能伸，看来确实比柳阳麻烦一点。柳学长如此慷慨，那我便不客气了。既然牧尘主动谅解，那此事便放下吧。以后再出现这种事，绝不轻饶。多谢院长。多谢牧尘学弟宽宏大量。哦，以后你也是天界学员了，希望有机会多交流一下。柳学长，好说。
以后这天界怕是要热闹了。好了，比试继续。离武大院终于又近了。灵路中那些没有了结的恩怨，就到武大院来解决吧。本次院试结束，现在我宣布，牧尘、谭青山、柳阳等几位进入灵动境的地界学员，正式升入天界。见过三爷。情况如何？回禀三爷，可以确定，血毒就躲在北陵之原里。很好，走。千儿姐，快点！一大早的，你拉我来灵觉室干嘛？一会儿再告诉你。2个月前，我随牧师去了2楼，发现了一部很有意思的灵诀。当时我特别想借出去修炼，但牧师说这灵诀得是天界老生才能借。谁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算是老生？所以千儿姐，你就帮我借一下吧。什么灵诀啊？让你这么心心念念？这里不都是些普通的灵诀吗？在这儿呢。就是这个。这颜色，这可是危险性灵诀森罗死印，这你也敢修炼？之前有2位天界学员就因为修炼了它，差点变成了废人。此事我也听说过，修炼这灵诀确实需要霸道的灵力。那2位学长就是因为灵力不够霸道才失败的。不过我的灵力刚好很霸道，我想我可以试试。不行，学院规定了，至少得在天界待半年以上的老学员才能翻阅这种危险性灵诀，就是为了安全起见，我才不会帮你做这种危险的事。千儿姐，你就帮我借吧，我一定会小心修炼，而且我有把握不会出事的。千儿姐。嗨，沐尘，好久不见。哎，千儿，你也在这儿啊？你好，红菱学姐。怎么，想借阅这部灵诀，需要我帮忙吗？不用，我帮沐尘借。真的不需要我帮忙？不麻烦红菱学姐了，有千儿姐帮忙就够了。哼，这样啊，那我就不打扰了。哼，红玉的人个个都是墙头草，他那玉主母亲就喜欢在柳玉和沐玉之间两边下注，太想左右逢源，跟柳慕白走得那么近，又来跟你示好。哼，偏不让他如愿。千儿姐，你可要说到做到哦。我可以帮你借，但你要答应我啊，不能独自修炼这灵诀，太危险了，必须在我盯着的时候才能修炼。听千儿姐的。还有半个月之后的北陵之源修行，你得跟我组队。我们要在那个灵兽横行的北陵之源修行。我们天界学员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那边历练修行，修行时学员可以自由组队，最后会按照击杀灵兽的数量和等级排名给予奖励，前3的队伍将得到运灵丹。运灵丹，那种能帮助冲击灵动境后期的灵丹。对，不过到时候天界学员基本都会参加，竞争非常大，所以我才提前拉上你。千儿姐放心，我答应你，一定把运灵丹拿到。好了好了，知道你长本事了，走吧，我帮你借灵诀去。借出来了。我马上去修炼看看。哎，忘了，修炼这灵诀必须有我盯着，你不能独自修炼。好吧，那我们找个地方去修炼吧。修炼这种灵诀还
还是得找个灵气充沛的地方会安全点。有了，哎，好浓厚的天地灵气。这是我们北陵院的修炼重地3级聚灵阵。这座灵阵只有天界学院才能进入，是北陵院花了巨大代价从5大院请来的灵阵师布置的，也是整个北陵境唯一的一座3级聚灵阵。这里灵力生成的速度远比外面快许多。你在这里修炼森罗死印，危险应该会少许多。走，我们去核心区，那儿灵气最浓厚，修炼益处也最大。哎，哟，莫岭，难得看到你也来这儿修炼，怎么今天不出去打灵兽啦？哼，倩儿你就别取笑我了，这不是偶尔也得回来正儿八经修炼一下吗？那小子谁呀？跟倩儿这般亲近？他就是那个打败了柳阳，以地界第一升入天界的牧尘。哦，原来是那个被灵鹿踢出来的天才。那人是谁？那家伙叫罗统，没事少去招惹他。为何？他18岁了还没进入灵轮境，已经失去了进入5大院的资格，没了目标也就破罐子破摔了，经常惹是生非。你看他到这聚灵阵也不好好修炼，玩一般。这种人谁惹谁一身腥。那就不管他，还是赶快让我修炼森罗死印吧。再说一遍啊，修炼时发现不对劲，一定要立刻停下来。怎么样，能够领悟吗？不愧是危险性灵诀，修炼信息真够庞杂的。不过我领悟的差不多了，试试看吧。有这灵阵相助，灵力增长确实快许多。看样子挺顺利的，应该不会有事。那小子在搞什么鬼？看来这牧尘学弟不简单呢。怎么回事？牧尘，你没事吧？不对劲，这灵气的吸收速度怎么突然变快这么多？不对，肯定是出事了。难道是森罗死印失控了？这样吸收天地灵气，快停止修炼！没错，必须停下来。怎么还在吸收？停不下来。糟了，再这样下去，森罗死印会反噬牧尘经脉的。看来有个天才要毁了。这样下去恐怕我们需要去叫末世吗？别急，我看牧尘还未到极限呢。给我停下！
幸好大浮屠诀及时压制住了森罗死印的反噬，不然今天真要彻底失控。沐尘，沐尘，你没事吧？嗯。你成功了。只能算初步成功，还真多亏这聚灵阵，不然没有这么快。嗯，灵气怎么少了这么多？一个刚进入天界的人，也敢来这核心区放肆？刘统，你说什么呢？倩儿，你应该知道这聚灵阵的规矩。核心区可不是新人可以来的，就算是获得灵禄资格的天才，也不能破了这规矩。哼，这套规矩还不是你们用来欺负新人的。沐尘既然是天界学员，就可以来这里修炼。哼，他真要在这里修炼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得有那个资格才行。哼，什么资格？很简单，打败一个老生，比如我。沐尘，我们走，别理这老油子，他就是来故意找茬的。刘统，你别太过分了。倩儿是我找茬，那我就找茬吧。今天我倒要看看，这位只会躲在女人后面的天才，凭什么被灵禄选中呢？我看你是想要找抽吧？唉，我不跟女人动手，但这位大天才，我今天非跟他切磋不可。除非他自己跪下来认个输，发誓半年内不再进这聚灵阵。虽然我不想出风头，可也不能这样任人欺压，否则以后在这天界就不得安生了。罗统学长，我刚修炼了一部灵诀，正想找人试试威力，还望赐教。沐尘学弟有这要求，学长我自然要答应。沐尘，别乱来，这家伙怎么说也是灵东京后期的实力，更何况你刚刚强行压制了森罗死印的反噬，体力怕也时不足矣。倩儿姐，放心吧，我有分寸。这小子疯了。对啊，一个愣头青，居然把老生的挑战当真。不愧是获得灵禄资格的人，这沐尘还真有胆气。来吧！呀！再来！呀！有点能耐嘛，但不管如何，你我之间都有等级之差，我压都能压死你。大罗剑诀，小心，那是罗玉看家灵诀。招决胜负！认输吧，小子！凭你现在的体力，不可能赢得了我。干掉他，罗统，让他看看新生和老生的差距。是吗？哪怕是这样的我，也足以击败你。沐尘，好样的！罗统学长，承让了。沐尘刚才那一击还真够强的。是啊，就那威力，我看都能与柳木白抗衡了。看来日后争夺5大院名额有好戏了。
这森罗死印的威力，恐怕不止凡级上品，就是对灵力的消耗太大。牧神学弟，久仰大名了。莫灵，你干嘛？哎，倩儿别误会，我只是对牧尘学弟的修为甚为佩服，想和牧尘学弟结识一下而已。莫令学长客气了，牧尘幸会。哎，马上就要开始北陵之源修行了，不知牧尘学弟可有组队人员了？我已经和千儿姐组队了。哦，那就太可惜了，我狩猎可是有两下子的。莫灵，你少打我们家牧尘的主意。哎呀，不是，他早就被我定下了。就是这么问问嘛，对不对？听见没有？千儿姐，森罗死印。北陵之源坐落在北陵境西北方向，里面布满重重危机，也带来了各种机缘。冒险者们前赴后继来此探险，有些人获得机缘一步登天，更多的却埋葬在了风雪之下。北陵之源深处生活着灵伦境实力的中级灵兽，以及堪比神魄境强者的高级灵兽，所以这次修行只需要在外围行动，2人一组，联手猎杀低级灵兽，获取精魄，最后根据收取的灵兽精魄数量来判断成绩。排名前3的小队，每人能获得1枚运灵丹。这个低级灵兽也是灵动境实力，不好对付吧？哎，怕什么？不过就是些低级灵兽而已。前3哦，有信心吗？千儿姐放心，运灵丹一定有我们一份。以你们现在的实力，若想在此次狩猎中取得好成绩，需要与同伴好好合作，因为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望诸位小心行动。同学们，北陵之源修行正式开始，祝大家好运！倩儿，你们可别输给我们呀！哼，就凭你们，柳慕白才是我们最大的对手。柳慕白可是北陵院第1，我这灵动境后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狩猎比的可不只是实力境界，再说，只要能够进前3就够了。就此别过，我们可不会手下留情哦。先下手为强，抓紧时间再往深处去，避开其他人。嘘，别出声。1人1只，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上！你左我右，分散开。不是低级灵兽而已。速度还挺快。这皮也太厚了吧！他身上一定有弱点。找到了。竟然这么皮糙肉厚，这怎么打？攻击他的脖子！脖子！千儿姐果然厉害，一刀就结果了这只灵兽。沐尘，刚才谢了啊。你怎么知道他要害位置的？冷静观察，自然就知道了。多猎杀几次，你也能做到。灵兽精魄。走吧，继续前进，修行才刚刚开始呢。
如末世所言，凝聚第二道死印，并非易事。牧尘，要想凝聚出第二道死印，绝非易事。森罗死印的厉害之处，便是能在修炼出多种死印后进行效果叠加，那样才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实力。可我以神魄境实力修炼第3道死印时，便遭到了更强的反噬，受到了重创。牧尘，死印虽强，却要量力而行，莫要急于凝聚第2道死印，以免出现意外。谋定而后动，娘留下的大浮屠诀如此霸道，定能引导森罗死印的修炼。天儿姐去哪儿了？刚才专注修炼，竟没发现。抱歉。下手这么重，玲珑回来后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神神叨叨的。牧尘，我只是担心你。在灵路中，要是有人对我做出你刚才的事，那可能已经被我杀了。因为我不这样做，被杀的就有可能是我。那灵路听起来好像很可怕的样子。在那里，人人都是竞争对手，信任可是一种很稀罕的东西。不过，若是真的能够遇见的话，那会让你一辈子珍惜。在灵路里面，这样把后背交给他人，可是大忌。况且你之前还想追杀我，那你会吗？不会，你是我的朋友。牧尘，世上人心似海，魑魅魍魉。可你若是相信我，我会为你挡下一切来自背后的冷箭。只要你不伤我，我便保护你。不论是在灵路，还是在大千世界。果然被你说中了，夜晚才是低级灵兽活动的高峰啊！加上这2颗精魄，我们第1天便收获了10颗精魄，第1是我们的啦！今晚好好休息吧。这可是生活在北陵之源深处的高级灵兽，怎么跑到外围来了？只是头右手，实力并不强。不过有了他的精魄，谁还敢跟我争第一？红绫，你出去吸引这头右手，我再趁其不备将他击杀。我的实力会让这畜生感到威胁，反而会打草惊蛇。不过你若不愿意，那就算了。好，我去。陵墓百鬼动手啊！是谁？好强的气息！不，越来越近！
我。送上门的补品。快跟上！阴魂不散的家伙！刚才那人是谁？竟有半步神魄境的实力。是啊，半步神魄境的强者，吓得你危机关头掉头先躲。这样的强者，你我谁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若真被发现，我拼死也会拖着对方，给你争取到逃走的机会。那红绫便代表红玉，谢谢柳大公子啦。嗯，快，就在前面。三叔，您怎么在这儿？木牌，原来你们在此历练。刚才可曾遇见血屠那狗贼？血屠？刚才那凶神恶煞之人是血屠？你们果然遇上了。怎么样，他没伤着你吧？多亏三叔及时追来，侄儿无碍。三叔这是在追杀他？这狗贼盗了我们柳玉一批重要的东西，我奉大哥之命前来捉拿。木白，你可看见他往哪儿跑了？那边，三叔，我们与您一起去捉拿此人。那修行怎么办？这位便是红玉玉主的爱女吧？放心，我定会好生照顾你的。有我三叔在，我们赢定了，放心。多谢柳三爷。血屠太过狡诈，我们兵分几路，记住，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抓住他。是。牧尘，快点，今天我们也要满载而归。一击毙命。奇怪，明明是生活在北陵之原深处的高级灵兽，怎么跑到外围来了？这虽是幼兽，但要将它一击毙命，恐怕只有灵论境后期甚至神魄境的强者才能做到。那强者不会还在这里吧？早就走了。哎，这是什么？高级灵兽的血液，可是宝贝。我们去那边看看。我们是北陵院前来此地修行的学生，若有得罪之处，还请诸位见谅。北陵院，大肥羊哦。你们到底是谁？想怎么样？哼，把你们所有的灵兽精魄交出来吧！随我们修行的两位导师就在附近，他们可是神魄境强者。北陵院的导师有没有说过，遇见抢劫也是修行的一种喽？到底交不交？快点，别磨叽！你们好，我们愿意交出灵兽精魄，你们也要守诺，放我们离开。真是识相的乖孩子。梦岭学长，他们每个至少都是灵动境后期的实力，
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哼，这位小兄弟说的对，快教吧。我可不怕你们。还挺有骨气。那老子就陪你玩玩。哎，谁？小子，你什么人？木哥，你们都没事吧？哟，又送上门2头小肥羊。木哥，他们打劫。没事，我都已经看到了。这么多人欺负几个学员，也不怕被人笑话。大千世界，谁强谁有理，只怪你们运气不好。把所有精魄都交出来哦！我就1颗精魄，那就给你们吧。沐晨，嘿嘿，算你识相。小子，找死！抱歉，突然又不想给了。灵动境后期。沐晨， 1对1才公平哦。这小子实力不错，仅仅是灵动境中期的实力，却看穿了林中的每一次出手，还能在林中力竭瞬间再抓住机会反击。看似节节败退，却让林中打得悲剧。不过，林中该动用他的杀手锏了。小子，这招！雷暴拳！死林中，快过去帮他！走。1对1才公平。你们别过来！小子，你引起了我的兴趣。你叫什么？我劝你最好也别动。破灵珠！哇，竟然能拿出可以重伤灵轮境强者的破灵珠！你们北陵院的学员还真是财大气粗呢。那对付你们，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只要你们就此离开，我不仅不会使用破灵珠，还会放了你的这位同伴。好，你先放了灵珠。不行，万一他们反悔怎么办？暴雷小队可没有背信弃义之人。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没想到北陵院还真有能打的人，长相也如此对我胃口。小子，本姑娘看上你了，嫁给我怎么样？队长，你疯了！你胡说什么？老爹说过，遇到好男人绝不能放过，抓到山寨当相公。抱歉，我们先行告辞，快走。喂，等一下。有没有兴趣与我合作呢？
丢了，我们还是先去通知柳明大人吧。血图，让柳明的老混蛋给你们收尸吧。哼，神神秘秘，有什么好聊的？好了，雷音队长，说正事吧。唉，真是个木头。好吧，好吧，说正事。前2天，我们在靠近北陵之源的一处雪谷发现了宝贝，那宝贝可不简单。可不是谁都能找得到的。那是一棵玉灵树，树上恐怕已经结出了成熟的玉灵果。成熟的玉灵果，上钩了。玉灵果蕴含着温润灵力，若能借其灵力，极有可能助我修炼出第2道森罗死焰。恐怕玉灵树下早已有守护的灵兽吧？没错，那里天灵地闭，无数生灵埋骨于此。哎，有说有笑的，沐尘该不会真要入赘吧？入赘？看我这做姐的答不答应？一般兵刃根本无法上及其身，守护玉灵树的那头终极灵兽冰灵元王，恐怕已经达到灵轮境后期的实力，还拥有指挥其他冰灵元的灵智。所以，你是想用我这破灵珠来制服冰灵元王？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果然冰雪聪明。破灵珠虽能重伤冰灵元王，但无法将其击杀，更别提还有其他冰灵元。你只要能重伤冰灵元王，剩下的就交给我。破灵珠可价值不菲，我得好好盘算一下。既然如此，那我们再讨论下报酬。毕竟破灵珠可是有钱也弄不到的。要不你从了我，一家人也就不用分彼此了。姑娘，别开玩笑了。好吧，那你要多少？3成。这个价格应该不算离谱。我知道主力还是你们暴雷小队，所以大头都给了你们。喂，你可真黑心。算了，3成就3成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啦。我带几个同伴一起去，没问题吧？当然。雷音这人虽不错，可防人之心不可无。老大，真要带他们去啊？难道你有办法对付冰灵元王？可是……好啦，不就输给了沐尘而已，不算丢脸。我的预感告诉我，这小子在将来会是个不得了的人物。我要去，我也要去。莫哥，我虽然还没到灵动境中期，可也能给你们打下手。雪谷紧靠北陵之源深处，以你灵动境初期的实力跟过去，太过危险。而且还需要你跟莫师报备一声。放心吧，我一定尽快回营地。害怕我们黑吃黑坑了你们不成？我们动身吧。报，又一支追踪小队被血屠灭口。传令下去，其他几支追踪小队继续搜索。一旦发现血屠行踪，立刻留下记号。是。该我们出马了，绝不能让血屠这狗贼逃了。慕白定当全力以赴。走。雷音，这几头冰灵猿虽然能对付，
可万一惊动了洞穴内的冰灵元王，连舟，看你的了。嘿嘿，迷魂珠散发的迷烟，足够让这些冰灵元睡个好觉。大家掩上嘴鼻，尽量屏息。干得漂亮，回去后领赏。我们走。别看雷音平时嘻嘻哈哈的，御下手段确实高明啊。我们跟上。你们先上，我来殿后。御灵树就在洞穴的最深处，动作快点。这迷魂珠的催眠时间持续不了太久。别乱来！青儿姐，没事吧？没事。厉害！这头冰灵元连迷魂珠都迷不倒，怕是有灵动境后期的实力，竟让你一刀就接过了。要不是他受到迷魂珠的影响，我也没这么容易得手。不管怎么样，有你这身手，我对弄到玉灵果更有信心了。不过，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冰灵元还会被迷倒多久，最好有人留下来监视他们。一旦发现他们要醒过来，立刻通知我们撤退，免得被他们断了后路。有道理，你们两个就守在这里，如果发现冰灵元有苏醒迹象，马上通知我们。是。血毒狗贼，你跑不掉的！跟了我这么久，你们不嫌累吗？这地方不错，你们就在这里歇歇吧。血屠，我们已经把你的行踪汇报给三爷了，快束手就擒！哦，这么说，我得麻利点喽。你别乱来！哼！给他毙了！该死！得想办法甩掉他们。就算柳玉的人都是属狗的，这下也要被我牵着狗鼻子走。这里离那雪谷不远了，赶快过去把玉灵果弄到手，治好这该死的伤，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魂珠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反而还让他更暴躁了。要不咱们还是撤吧，被他发现了，咱们谁也逃不掉。沐尘，你怎么看？你们甘心就这么放弃吗？当然不甘心，哪有进宝山空手回的道理？报，发现追踪记号，想必那狗贼正往北陵之原深处逃窜。北陵之原深处，那里有众多堪比神魄境强者的高级灵兽，进去了可谓是九死一生。哼，这血屠还真够狡猾。他以为进了北陵之原深处，我们就会知难而退吗？哼，没错，就算那狗贼躲到什么高级灵兽洞穴里，我们也要把他揪出来。追！是。要从这大家伙手中拿到玉灵果，我们得分工一下。雷音、林中、墨岭，你们把他从玉灵果树下引开，我会伺机用破灵珠对付他。千儿姐，注意隐蔽，时机一到，立刻去摘玉灵果。我们尽量速战速决，如果情况不对就立刻撤。破灵珠，我就当白扔了。动手！林珠，拖住他！好，墨岭、玉慧上去。李宝传，傻大个，看哪里呢？雷刀绞杀！疼不疼？傻大个，来抓我们！这家伙没想象的那么蠢吗？看来打死都不挪窝。千儿姐，隐蔽迂回上去。看来是调不出来了，一起上，一定要破他的防！就是现在！快闪开！成功了！都别大意，盯住他。千儿姐，这都能扛住。要醒了，你快去通知队长，马上撤。这家伙的气息应该达到终极灵兽顶峰了。看来没少吃玉灵果，这实力可是堪比灵伦境后期的强者了。再怎么样，他也受了伤，我们再搏一把，为千儿姐争取点时间。哎！千儿姐，喂，蠢猴子，这边！
来呀，来追我！我被抓紧了。终于拿到了，沐尘，得手了！啊！清醒，快跑！畜生，给我停下！跟你拼了！突厥！啊！队长，外头的兵灵员都被云王吵醒了，快走啊，不然就来不及了！沐尘，快撤！有着冰灵元王在，我们跑不掉的。冰灵元王最在意的是这玉灵果，我引开他，你们赶快走。我来，你们走。不行，这太危险了！嘿，大家伙，看这个，小样，来追我呀！沐尘，雷音，把千阳血和末岭水饺活着带回去，不然我绝不放过你！快走！走。沐尘，快追回去！玉灵果是不会罢休了，想办法甩掉他才行。前面就是北陵之原深处，应该有不少能匹敌冰灵元王的高级灵兽。看样子是进入某种高级灵兽的地盘了吧？那应该就是高级灵兽的洞穴，先进去。 怎么这么安静？
样子，这洞里的灵兽等级肯定很高。高级灵兽，神魄境势力。那头小银角龙豹，不会是他的幼崽吧？不管怎么样，哥们儿，你完蛋了。这就是高级灵兽的力量吗？为了这，差点把小命丢了。嘿嘿，御灵骨。小子，警觉性很高嘛。那头小银角龙豹尸体上的伤，是他这爪子留下的。哼，给你10秒，将御灵果交出来，放你一条生路。这家伙的实力比冰灵元王还强。想要他是吧？给你。恢复伤势的好东西，少蒙我！我知道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颗，剩下的全部交出来。行，都交给你。哼，恕不奉陪。小子，你敢耍我？你逃得了吗？老子先跟你玩玩，别怕哟！小子，继续跑啊！不用了，接下来该你逃了。你什么意思？哼，你应该知道这里住了一头银角龙豹吧？哼，当然了，刚才那畜生离开后我才进来的。你以为我会像他一样被杀了吗？
以我的实力，只要我不主动招惹，那畜生还不至于跟我拼命。但你却逃不掉，得成为他的口粮。乖乖把玉灵果交出来，我带你离开这里，或许还来得及。谁说他不会和你拼命？你闻闻你身上的味道。难道你忘了自己曾经杀过一只小龙豹吗？龙豹老大，这次又要你给我当一回枪了。竟然被这小子阴了！我跟你拼了！死吧！这家伙命丧于银角龙豹，也算是报应。差点被这混蛋要了小命，怎么也得从这家伙身上找点补偿。这是芥子镯，居然带着这种储物灵器，看看里头藏了什么宝贝。这家伙的收藏可真不少。其他东西都会对灵力有反应，这玩意儿怎么毫无动静？这是什么灵兽？光一个图文就让人感到震慑，莫非是天阶灵兽不成？恐怕还得回去让老爹看看才知道。赶快去跟青儿姐他们会合。看这脚印，血屠伤势极重，他逃不了多远。我们马上追，很快就能抓到那狗贼。要是这样做，就中了血屠的诡计了。慕白，这话何意？三叔，看那是什么？好像是脚尖点过的痕迹。如果我猜的没错，那才是血屠离开时留下的痕迹。至于这些血脚印，不过是障眼法，目的是让我们以为他受伤很重，把我们引入歧途而已。哼，这狗贼，差点让他牵着鼻子走了！快追，一定要抓住那狗贼，把那些东西追回来！怎么样，有铜片吗？什么都没有。啊？怎么可能？要么是被他藏起来了，要么是被人捷足先登了。是被人截胡了。这似乎是森罗死印的痕迹。森罗死印？听说牧尘之前和西院的罗统交手，用的就是森罗死印。千儿姐，你们要撑住啊！
家都快到极限了，我们冲出去！林中，雷暴拳！难道今日都要折在这里？抱歉，我来晚了。我们活了，活下来了！幸好你来得及时，你怎么搞到这濒临冤王精魄的？你把他干掉了？只是运气好罢了。此地不宜久留，收了精魄，我们快离开。沐尘，你身边这几位好像不是北陵院的吧？偶遇的一些朋友而已。我们还要狩猎，告辞。哈哈，别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三叔，也是柳玉的三当家。我三叔这次来北陵支援，是为了追捕盗走柳玉重宝的血徒，但我们只找到了血徒那恶徒的尸体，他从我们柳玉盗走的宝贝却不见了。哼，你们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们发现血徒生前和人动过手，那人还在血徒身上留下了森罗死印的印记。沐尘，在这北陵支援能使用森罗死印的，恐怕就你了。我是遇上了你们说的那个人，他要抢我的战利品，不过后来他被银角龙豹缠上了，估计凶多吉少了吧。那血徒身上的东西是被你拿了？我趁他们打起来就跑了，他们是什么实力啊？我跑都来不及，还敢拿他们东西？如果真拿了东西也没事儿，只要交给我，必有重谢。我还会亲自上沐浴道谢。我可没拿你们柳玉的东西，那是我的战利品，并不属于你们柳玉。哼，是吗？那我就搜一搜。柳明，你要干什么？末世，神魄境强者，该死！啊，原来是末世，误会误会，是沐尘捡了我们柳玉遗失的东西，我向他讨要而已。哼，谁捡了你们的东西啊？你要找东西，就问那个什么血徒去啊！救了沐尘什么意思？血徒，你们竟敢将如此凶徒引入我北陵院修行之地，你们柳玉的胆子是不是太大了点儿？好了，你们可以走了，不要打搅北陵院的修行。末世，今日之事，柳玉记下了。东西你想要就留着吧，不过小心别被撑死了。你留下来盯着那个小子，东西一定被他拿走了。
莲果的分配我很满意，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真不考虑一下入赘我九龙寨？喂，你土匪，你又犯病了！后会有期啦！莫哥，这枚玉莲果我受之有愧。若不是你及时通知莫师，恐怕那位柳三爷不会善罢甘休。再说，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都有收获。另外，我还想请你帮我做件事。啊？修行正式结束，每个小队都将你们收获的灵兽精魄拿出来，以此评判成绩。开始吧。柳阳小队，12颗低级中期灵兽精魄，6颗低级后期灵兽精魄。没想到柳阳他们这么厉害，这么多精魄，恐怕这次要被柳阳小队赢了。我们赢定了。35颗低级中期灵兽精魄，15颗低级后期灵兽精魄。哇，看见没？整整50颗灵兽精魄，这数量可了不得啊！别光看数量，咱还要看质量。15颗低级后期灵兽精魄，乖，唐青儿和牧尘碾压四方啊！哎，第1名估计就是他们了。就这些了？当然不止这些了。切，什么？竟然还有这么难道还有什么好东西？真没想到。这便是牧尘独自斩获的冰灵元王精魄，真正的终极后期灵兽精魄。唐千儿和牧尘小队收获终极后期灵兽精魄1颗。终极后期灵兽精魄，那相当于灵轮境后期，这还怎么比啊？唐千儿他们小队赢定了，牧尘也太厉害了。骑士，我不服！以牧尘的实力，不可能猎杀灵轮境后期的灵兽，他肯定作弊了。不管用何种手段完成，只要最后击杀了凶兽，就是历练的一种。住口，柳阳。莫师说的对，不管用何种手段，最后只看结果。哦，2颗终极后期的灵兽精魄。巧了，前2日我遇到2头正在斗殴的终极后期灵兽，让我捡了个便宜。怎么可能？柳慕白这是撞大运了吗？你耍诈！难不成只有你们能取巧？这世上的好事，可不会只落到你们头上。哎，算了，反正前3名都能拿到月灵丹。我是真不想和你们玩这种幼稚的游戏。输掉一次小小的比试而已，你们以后还有机会的，啊！牧师，刚才忘记了，还有些灵兽精魄是放在我这里的，现在可以补吧？天哪，5个终极后期灵兽精魄！不好意思啊，前几天有5头实力媲美灵轮境后期的终极灵兽在打群架，结果5败俱伤，被我不小心全部干掉了。哼，血图留下的芥子镯里，宝贝还真不少。这种理由，怕是专门讽刺柳慕白的吧？柳慕白这下可算栽了。
们两个别胡闹了。此次中计，牧神小队与柳木白小队并列第一。这么变？哎，不公平呢！牧尘拿出的终极后期灵兽精魄数量可是碾压柳木白。对呀，柳木白没有资格并列第一。明明是牧尘遥遥领先，他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一个这么事啊！修行结束了，牧尘说我们可以休息1个月。牧尘，待会儿我们一起回北陵院。你先回去吧，我还有事要办。大哥，三弟和慕白传回消息了，血屠狗贼已毙命，可被他盗走的铜片，却不见了踪影。什么？据三弟所说，血屠死前与沐风之子沐尘有过接触。铜片极有可能被沐尘所夺。沐尘，柳明这废物，竟连这种小辈也制服不了吗？大哥息怒，三弟他绝无怠慢之心，只是那沐尘太过狡猾，又有北陵院老师保护，所以……闭嘴！优柔寡断，要他何用？这铜片是我们柳玉找到九幽阙的关键，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二弟，你立刻前去堵截沐尘，务必带回铜片。寻得机会，斩草除根。是，大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恐怕柳玉那帮人绝对不会想到，我并未着急回沐浴，反而躲在这里修炼。希望这玉灵果能助我成功修炼出第2道森罗死印。在你！终于凝练出来了。接下来必须将它纳入体内。我曾试着修炼第3道森罗死印，谁知惨遭反噬，身体受创至今。死他！给我停下来！这是什么力量？竟然能阻止反噬之力！不管了。算是成功了。那股神秘力量，我不仅无法控制，甚至都无法感应。看来我这身体有着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啊！青山应该差不多到了吧？该回家喽。总算快到家了。
看来柳玉那些家伙根本不知道还有这种可以绕过关卡抵达沐浴的小路。哼！不好，有埋伏！必须马上出这片森林，只要到了沐浴边境就没事了。出不去，难道是灵阵？以为这样就能挡住？哼！既然是阵法，就必定会有阵眼，不能再拖下去了。我必须尽快破掉阵眼。方位一直在变，无法锁定阵眼的确切位置，那就试试拉开他的攻击距离。想跑？哼！找到了！没想到竟被你发现了阵眼。不过一切反击都是螳臂挡车。大黄突厥！森罗死印！给我破！阵破了，趁现在立刻离开，到了沐浴边境就安全了。想逃？以身为饵，不惜生死来斩断我与阵眼之间的连接。小小年纪便具备这等手段和实力，沐风可有个好儿子呀！这老家伙恐怕是柳玉之人，现在只能拖延时间了。青山，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前辈是来自柳玉吧？是被血屠所到之物而来。哼！先前我便跟柳玉三当家解释过，我不知道柳玉遗失之物所在何处，恐怕这次前辈还是白跑一趟了。
待我从你的尸体上搜一搜，便知真假。柳家人果真是霸道，杀了我，你就不怕我爹攻打柳玉？我要灭杀你，又怎会被别人知晓？看来是没得谈了。要战便战，我倒要看看在北陵境你柳玉能否只手遮天。能让老夫使出这招，你沐尘在年轻人中也算头一位。血雨杀阵！小子，得受死吧！快点！森罗死印！哼，小子，我的耐心耗尽了。好强，放手一搏了。周叔，小木，我来迟了，你没事吧？不碍事，幸亏周叔及时赶到，不然我都要自报气海跟他拼了。周岩，该死，他怎么会赶来？柳宗，这老匹夫，敢对我沐浴少主动手，找死！柳宗，那不是柳玉二当家，他竟然亲自过来，看来那铜片果然非同小可。少主啊，少主，你怎么样？该死，沐浴这群人都是属狗的吗？闻着味儿就过来了，现在还不是跟他们翻脸的时候。小木，你等着，周叔这就去为你报仇。周叔，别追了，我们先回去。好不容易逮到柳宗落单的机会，这可是解决掉他的好时候。我有要事，必须尽快向老爹汇报。先回去再说。那好，我们回去。柳玉好大的胆子，这是想跟我们撕破脸吗？幸好小木没有大碍，否则今天我必定让柳宗有来无回。这个仇，我们以后会跟他好好算的。看来这段时间你修炼的不错，否则也不可能从柳宗手里逃过一劫。老爹，我好歹也是灵动境中期的实力了。灵动境中期算什么？柳宗可是神魄境强者，若非他轻敌，你这点实力怎么可能破得了他的阵法？反正我就是破了他的阵法。小木未雨绸缪，提前让谭青山送信给我们，又利用柳宗轻敌之心，坚持到我赶过去。这份心智着实不凡。周爷，你就护着他吧。不过，既然柳玉非常在意这东西，我确实得好好看看。老爹，看出什么了吗？这气势啊，这上面的纹路有点像九幽阙。不会吧？老爹，您说的是在万寿路地榜排名第11的九幽阙？是不是？验证一下便知。去。能让万寿路地榜排名第85的龙岩雕如此惧怕，
就是九幽雀。柳玉想对九幽雀下手，难道这铜片里有九幽雀的信息？不过凭他们的实力，怎么敢去挑战九幽雀？这里头应该有什么秘密，我注入点灵力试试。原来九幽雀在进化中失败，陨落到了某处。怪不得柳玉敢打他的主意。这铜片上记载着九幽雀陨落的信息，他们应该是想趁九幽雀处于虚弱期，找到并炼化它。刚才若我没有看错，九幽雀陨落的那片山就在黑冥渊里。黑冥渊，那可是咱们北灵境的禁地。没想到周野突然赶了过来，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只能……所以，让那小子把铜片带走了。大哥息怒，当时就在沐浴边境，如果强行动手，定会激怒沐浴，而且我们也没法确定铜片一定是被沐尘拿走。传令下去，立刻做好前往黑冥渊的准备。就算沐风真的拿到铜片又如何？他若有胆去黑冥渊，我就在那里解决掉他。等我得到九幽雀，看着北灵境还有谁能阻止我们柳玉称霸？以柳晴天的残暴，若让他得到九幽雀，整个北灵境定会生灵涂炭，到时候沐浴第一个就会被他针对。我们必须抢在他们之前找到九幽雀，否则后患无穷。黑冥渊常年被死瘴笼罩，不过每年这个时候瘴气会削弱不少，倒是进入的好时机。派人盯紧柳玉，我们这边准备好人手，立刻去黑冥渊。我这就去准备。老爹，我也要去黑冥渊。你不行，黑冥渊太危险了，你不能去。老爹，我好歹也是经历过灵路历练的，黑冥渊再危险也比不上灵路吧？既然这么有信心，那好，只要你能在我们出发前到达灵动境后期，我就带上你。否则，就别去给大家当累赘了。没问题。这是什么力量？居然能阻止反噬之力！对了，老爹，您对大浮屠诀了解多少？我最近修炼它的时候，总觉得体内深处好像有什么在跟大浮屠诀产生一种说不清的共振。您可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对大浮屠诀了解甚少，这个怕是得问你娘了。娘？你身上流淌着你娘的血脉，大浮屠诀又是你娘留下的，会出现这种共振反应，其中的关系，应该也就你娘能弄清楚。好了，现在也不用急着探究这些，等你以后强大了，自然也就会知晓一切的。你之前不是对灵阵有兴趣吗？最近我刚邀请了一个灵阵师来到我们沐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去见识一下？真的？那我们现在就去。哎呀，老爹，有这好事你怎么不早说？看把你急的。
柳玉的狼子野心日益炽盛，我们沐浴必须尽快提升整体实力，否则迟早会被他们吞并。所以，我决定建造一座2级聚灵阵，以增强我们的实力。这位主导阵法的是1级灵阵师温灵先生。等会儿你可以向他请教一些灵阵知识。哎，老爹，他手上那是什么？啊，那个就是布置灵阵必不可缺的灵印。这种灵印的手法跟森罗死印有点像，但似乎简单许多。狱主，您来了。啊，温灵先生辛苦了。阵法的准备工作差不多了，等其他灵阵师就位后，就可以开始构造2级聚灵阵。哎，狱主，这位是？哈，犬子沐尘。哈，原来是穆少主。少主也是灵阵师吗？他从未学过灵阵，我就是带他来开开眼界的。他这是看了温先生的手法后，有样学样，自己在瞎琢磨呢。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人仅凭观摩就自己凝聚出灵印？老爹，我成功了！真是灵印。穆少主，你能否再凝聚1道灵印？我试试。还真可以。还能再凝聚1道吗？我再试试。不行了，我只能凝聚出5道。第一次模仿我凝聚灵印，就一下子凝聚出5道。穆少主在灵阵上的天赋，真是平生罕见啊！陈儿，我看你就跟温先生学习灵阵吧。这可使不得，我可不敢当少主的老师，但我愿意当少主在灵阵师一途的领路人。灵印可以看作是布置灵阵的基石和通道，但要真正布置好灵阵，还得有阵图做指导才行。明白，温先生。这是2个小灵阵，灵附阵和迷魂阵的阵图。虽然比不得1级灵阵，却也有奇妙威力。穆少主就先拿它们练手吧。多谢温先生。虽说穆少主天赋卓绝，但切勿骄傲自满。真正的灵阵宗师，绝不是光靠天赋便能达成的。我会牢记温先生教诲的。陈儿不愧是静的儿子，完全继承了静在灵阵上的天赋。千辛万苦，终于突破到灵动境后期了。这下老爹没理由不带我去黑名渊了吧？接下来还有时间，再把灵阵琢磨一下吧。
柳青天他们出发了。消息确切。我们的人马准备的怎么样了？镇守边关的大将陈雄也赶过来了。不过，小木还没有出关。此行风险极大，还是让他在家专心修炼吧。老爹，您可不能耍赖啊！当初说好了要带我一起去的。哦，你达到灵动境后期了？不愧是小木，我们这就出发。根据探子线报，柳玉人马是从西边通道进入的黑明渊，我们可能很快就会遇到他们。还有，这里死伤的毒性，连灵轮境强者都难以抵挡。大家虽然服用了避毒丹，也不可以掉以轻心。是，都听到了吧？在黑明渊里，我们的敌人可不只是柳玉，绝不能有一丝大意。这里可远比北陵之原危险多了。跟紧我。好。什么时候你也喜欢藏头露尾了，柳晴天？沐风，你的鼻子还是那么灵。小子，那东西果然是你拿走的？只是运气好而已。运气好的人未必命大。沐风，你倒是有个好儿子，但我劝你还是把铜片交出来，否则你们沐浴精锐尽数折损在这里，那我柳玉就得帮你们统治沐浴了。就怕你们没这能耐。是吗？要战，奉陪。什么声音？是灵风。这种低级灵兽一直不可怕，成群了，那可是高级灵兽都惧怕的存在。快离开这里！走！快，分散跑！闪开！少主，你没事吧？老爹，快跑！到黑洞岛汇合。少主，走！快跑啊！准备战斗，保护少主！哪里来的敌手？
么回事？这笛声虽小，但他一响起，噬灵峰就离开了。难道这噬灵峰是有人在操控？少主，我们快去黑毒沼跟狱主会合。陈叔，我想跟上那些噬灵峰群去看看，我觉得他们有蹊跷。少主，那太危险了。没事，我不靠近他们就是。我们也跟少主过去看看。走。少主，我们这是跟到噬灵峰的老巢了。奇怪，笛声到这里却突然消失了。啊，那里怎么会有人？陈叔，您得帮我个忙。少主，你为什么要去冒这种险？这事儿透着古怪，我忍不住想去看个究竟。放心吧，陈叔，我有分寸的。真是少年行性。好吧，少主务必小心点。跟我来。陈叔他们成了。噬灵峰被陈叔他们引走了。原来是具枯尸。这人是谁？怎么会倒闭在这里？无名天虫，自灵虫族而来。灵虫族，灵虫族是个非常神奇的种族。这个种族内的每个人都是高明的灵虫师，能够操控天下万虫，手段颇为诡异。想不到竟会在这里碰到他提过的灵虫师。偶得九幽阙之踪迹，贪心涌动，试图得之，然费尽心机盗得此处，故方才发现。后面怎么没了？看样子，这灵虫师也是冲九幽阙来的，但后来似乎出了什么变故，让他遗憾颇深。笛声是从这里传出来的，这应该就是灵虫师操控万虫的灵虫笛吧？看来这笛子经常被风吹响，所以才吸引噬灵蜂到这里筑巢。这东西若是用得妙，应该可以控制噬灵蜂。前辈，既然你身死道消，这等遗物留着也是被岁月侵蚀，不如便由晚辈来继承吧。赶快去跟陈叔他们会合。谁？这家伙怎么跟来了？傅晨，乖乖的把铜片交出来吧，这里可不是北陵院。我若杀了你，不会有任何麻烦。血图我都不怕，又算什么东西？别以为我不知道，
血屠那蠢货是死在银角龙豹之上，你唬不住我。交出来！上次北陵支援修行，让你侥幸跟我并列第一，你真以为可以与我分庭抗礼吗？哼！这家伙果然达到灵轮境了。这家伙上次还是灵动境中期，现在竟到灵动境后期了，是有点本事。哈哈，你一直很骄傲吗？现在只会像条丧家犬一样躲来躲去。阴翻，三罗死印。这混蛋还真强，赶快摆脱他，否则酒徒对我不利。还真是越来越棘手了，今天得想办法除掉他才行。还想逃？你在搞什么鬼？这是可以控制噬灵蜂群的灵虫笛。既然你要打，我只能奉陪到底。原来这就是你刚才找到的宝贝。看来我也得快走，叫上陈叔他们，赶紧和老爹会合。这片黑毒沼面积太大了，而且上面笼罩着的瘴气过于浓稠，除了玉主您和我，其他人的实力都无法直接飞跃。但如果坐船的话，水里又潜伏着许多黑毒鳄，我们必定会受到攻击，造成伤亡。老爹，小木，你们也脱险了？我们都没事。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有事的。老爹，看来你们被难住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吗？柳玉应该是充分探查过黑明院，他们没往这边来，肯定是走了一条我们不知道的捷径。我们若再拖下去，九幽去怕是会让他们捷足先登了。其实要渡过去也不难。是吗？你有什么办法？很快老爹就会知道的。在这之前，老爹和周说，你们得先去抓几头黑毒鳄，其他人去砍一些木头过来。你小子最好别瞎搞，照晨儿说的去做。跟我来。是。走，周爷，我们也去动动筋骨。是。你小子就这样把我们带进水了？我可没看出你这法子有什么高明之处。我对黑毒鳄有所了解，这种终极灵兽常年生活在沼泽里，视力非常差，感知力也不强。我们坐在跟他们气味相同的黑毒鳄木筏上，他们很难察觉到我们的气息。只要我们再扰乱他们的视线，便能安然度过黑毒沼了。可你要怎么扰乱他们的视线？多亏老爹前阵子让我修习灵阵，下水前我就在每条木筏上布置了个迷魂阵，这应该能扰乱他们的视线。
那万一扰乱不了呢？那也无妨，我还在每条船上布置了个灵附阵，就算有意外，也能撑一阵子。黑毒恶靠近了，大家注意屏息。看来小木的法子不错，大家都别松懈，还是要保持警惕。老爹，我这法子好使吧？我们很快就能靠岸了。臭小子干得不错，不过还是不能疏忽大意，都小心一点。竟然不只有黑毒恶！超级灵手黑冥蛇，周爷，拦住他！大家快上岸，注意避开水中的黑毒恶，也不要跳太高，上面有瘴气。好，都快跟上我！走，快上岸，上岸，走！孽畜！跑的倒是挺快的。晨儿，快带大家上岸！好。孽畜！这孽畜在水里神出鬼没的，这怎么对付？你们快走，我来吸引他。晨儿，别下去，太危险了！老爹，他一出来你们就……晨儿，小木，够你了！符阵。想跑？爹，动手！动手！晨儿，坚持住！走，晨儿小心！快救晨儿！老爹！小老的孽畜，竟想拿小木来要挟我们！看来不能轻易攻击。孽畜，放下晨儿，保你不死！不行，再这样下去，我全身骨头要碎了。只能搏一把了。晨儿
这是在……不行，只能强攻了。是林风，那晨儿刚刚吹的是林冲敌。老爹，周叔，快走！好。我们快走，此地不宜交流。都给我麻利点儿！在沐浴到来之前，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九幽雀找出来。这么多灵兽骨架出现在这里，其中必有古怪。爹说的是，看他们的姿势，似乎是在行走时突然暴毙而亡。哦，你可看出这是何原因？只能确定，这里应该就是九幽雀陨落之处。要不是被沐尘那混蛋拿走了铜片，我们何至于像现在这样满地瞎找？不必着急，沐浴不像我们，在来之前就把黑名渊的地形地势摸得清清楚楚。他们就算逃得过噬灵蜂群，怕也过不了黑毒爪。说不定我们找到了九幽雀，他们还在黑毒爪跟那些黑毒恶较劲。该死，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沐浴的人来了，都随我过去！这些骨架是怎么回事？沐风，你们可真慢呐！我还以为你们给噬灵蜂群打牙祭了。哼！柳玉快是快了点儿，可惜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收获呀。要不你们退开，让我们来。小子，这次我可不会再让你跑了。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打，我奉陪到底。大哥，沐浴既然专程来找死，我们就先成全他们。既然沐浴不知进退，那就不必跟他们多废话了。这是雷灵兽。柳晴天，终于忍不住了。我们有几年没交手了吧？这次就看看，到底谁更强！哼，如你所愿。周爷，上次他拿错人格放了你，这次别想逃！好，让我看看，地狱魔蝎跟我的山岳灵犀相比，有何能耐？
大哥，这国家的走势似乎都是去那个山崖。难道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们？九幽雀！少主，小心点！陈叔，你来的正好，我要去那山上看看，你掩护我。走。木白，盯紧沐浴那小子！该死！图片越来越大。九幽雀应该很近了。啊，在下面。九幽雀只能属于我柳玉，你死了这条心吧。这家伙竟然跟来了，得先甩开他才行。那可不一定。哎！小子，就这点本事也想得到九幽雀？受死吧！这家伙怎么突然这么不经当？难道是……总算甩掉那家伙了。不过这里如此之大，到哪里去找九幽雀？铜片离九幽雀越近，反应就越强烈。我只要朝着它反应强烈的方向走就对了。好烫，应该就在前面。九幽雀应该就在里面。可怎么破开它呢？这石头竟然能够吸走我的灵力！就知道你在耍花样。看来你已经帮我找到九幽雀了，接下来没你什么事。死吧！这次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不行，不能这样跟他硬拼下去。上头，可惜这里是死地。看来你有麻烦了。
你在搞什么鬼？这就是九幽雀。爹，那就是九幽雀。九幽雀是我的了，休想！老爹，别碰他！过来！怎么回事？灵力竟被吸走了！起！幸亏晨儿及时提醒，这玩意儿果然不是省油的灯。玉手，大哥，你怎么样？小心点，这个该死的东西非常古怪。老爹，没事吧？还好你提醒得快。这九幽雀不愧是万寿路地榜上排名第11的超级存在，我们得小心点儿。那东西好像在向外传递什么信息。我的灵力，这是怎么回事？他在吸我们的灵力。快离开这里，否则我们的灵力都会被他吸干。
爹，那些灵兽怎么回事？灵力都被吸走了，还要往里闯？我明白了，九幽雀这是在故意释放自己的精魄，诱惑这些灵兽来吞噬。这对灵兽来说诱惑太大了，他们根本无法抵抗。所以，这里的灵兽尸体都是被九幽雀引诱过来，吸走灵力而亡的。看样子，这种事发生过好多次了。可铜片上不是说九幽雀进化失败，正处于虚弱期，怎么有能力隔空吞噬大量生灵灵力？会不会铜片上说的都是假的？九幽雀并没有那么虚弱，它只是蛰伏在这里，寻找机会吞噬其他生灵的灵力，为己所用。如果真是这样，那铜片就是九幽雀故意放出去，目的是吸引人类强者过来，以便他吸走灵力。所以，灵虫师才会留下那个恨字。哦，把这么多灵兽还有我们吸引过来，当做他的灵力来源，这九幽雀的心思未免太可怕了点吧？不管如何，九幽雀我们就别想了。北灵境没有人能够收服这种存在，我们快撤！走。大哥，沐浴他们撤了。爹，我们也退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撤！老爹，他怎么突然停下了？也许他吸够了。果然，是九幽雀要出来了。雀吧，这种威压感，怕是进入3天之境的强者都无法匹敌。黑闪雷劫，老爹，那是什么？是灵兽想要进化，就必须跨过的劫坎。九幽雀上一次进化失败，才费尽心机浴火重生，现下马上又要尝试进化。还真是灵种。这次他要是成功了，那就有了冲击万兽路天网，成为真正神兽的资格。神兽？听说那可是大千世界中至尊级别存在都要忌惮的生灵。不过，想要度过黑神雷劫，可没那么容易。灵兽与神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中间却有着万载苦修都难以跨越的鸿沟。能进入那种超级层次的，毕竟是极少数。九幽雀先前失败，侥幸没在雷劫中湮灭。这次若再失败，可就没那么好运气了。若是那样，我们不就没办法得到他的灵兽精魄了？就算获得了，又有谁能将它炼化？爹，我们怎么办？现在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姑且看看是否有捡漏的机会。他这是在向黑神雷劫挑战。
修，这家伙真是刚烈。第二次进化还是失败了。不好，九幽雀要自爆了，快走！走！快挡住他！怎么又有反应了？不成，小心！又来了！这是哪里？是他！醒了，你小子可把我担心死了。老爹，我们回家了。你被九幽雀自爆的火焰打中，一直昏迷不醒。但我检查后，你身体并无大碍，我就知道你肯定没事。这阵子让老爹担心了吧？哎，没事就好。有哪里不舒服吗？对了，九幽雀呢？哎，没想到白忙活一场。不过只要能阻止柳玉得到它，避免给我们沐浴带来危险，也算是行动成功了。好了，你没事就好，我得去处理一些事务。这几天域内的事落下了很多。好久没动了，先检查下身体怎么样。这么快就达到灵动境后期顶峰了，终于可以冲击灵轮境了。这枚运灵丹蕴藏的灵力，应该能帮我省去不少麻烦。
算进入灵伦境，这下达到5大院的基本招收条件了。好了，出去走走。怎么回事？很像老爹说的那种惊破世主的感觉。不管怎么样，先守住灵芝。九幽雀。九幽雀。这九幽雀怎么会在我的气海里？对了，是那个时候，九幽雀的精魄应该是随着火焰进入了我的身体。这股能量在不断的破坏我气海中的灵气，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我的气海会被它毁了。给我停下来！这么轻松就解决了。他是谁？一个刚踏入灵伦境的小子，竟敢对我出手！他居然是九幽雀，我也没想到你竟会在我的气海里，甚至强大到可以化成人形。你们人类去黑冥渊，不就是要得到强大的我吗？炼化灵兽精魄，那是神魄境强者考虑的事情，我只是灵伦境而已，对你可不敢有什么想法。还请你离开吧。哼，虚伪的神类，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离开。看我如何破掉你的气海，然后占据这具身体。我就算拼了命，也不会让你得逞。灵伦，去！你想自爆气海里的灵伦来跟我拼命？可惜你我之间的差距，不是靠这种手段就能弥补的。不管了，拼了！哼，雕虫小技。那是，那是黑纸。自从灵鹿得到它，怎么研究都毫无反应。怎么这个时候突然出来压制我的灵伦？这东西似乎不简单，不过你好像控制不了。破！完了！这黑纸竟能阻挡九幽雀的攻击，先尽快起变吧。这是。究竟是什么东西？竟连九幽雀都能困住，黑纸到底是什么来历？一个牢笼也想困住我？给我破！
小凌伦境的气海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东西？哦，看来这黑纸幻化的花龙还挺牢固，得趁着机会想办法先稳住它。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平心静气的好好谈一谈了？你一个凌伦境，体内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无可奉告。可恶！放我出去！好像还不是能谈判的时候。希望这黑纸花龙不要出什么问题。看来你需要冷静一下，我还有事，恕不奉陪了。臭小子，你给我回来！真是想不到，在关键时刻，居然是那来历不明的黑纸帮我制服了九幽雀。可惜，不知能困住他多久，得尽快想办法解决。不过，九幽雀这事还是先不告诉老爹了。若我解决不了，再请他帮忙吧。院长，这次武大院下发给我们几个名额？给了5个普通名额，另外还给了1个种子级别的名额。种子级别的名额，那可是武大院3种名额里仅次于核心名额的第2的名额。这种级别的名额，不是只有那些实力极强的灵院才有资格获得吗？像我们北灵院这种规模的灵院，从未听说有人获得过呀。是啊，整个百灵大陆灵院少说也有数百个，但武大院每次给的种子名额也很少超过20个。想不到这次竟会分1个给我们北灵院，这其中应该是有什么缘故吧？我想，可能是我们北灵院的某位学员引起了武大院的注意。是沐尘？武大院把他从灵路驱逐出来，现在又特意给我们1个种子名额。你们说，这是要补偿于他，还是说对他有点舍不得呢？罢了，不管普通名额还是种子名额，终究是强者得之。你们去通知有潜力的学员们回校参加特训，为武大院名额选拔战做准备。对了，柳慕白无需通知，之前他已经跟我请假，自行回柳域修炼备战了。老爹，你找我？莫师的来信。今年武大院给的名额里，竟然还有1个种子名额。获得种子级别的名额，进入武大院后，便能够获得卓越的身份地位和修炼资源。不过，只要你能进入武大院，我就满足了。老爹放心吧，我听莫师的安排，明天就回北灵院去参加名额战特训，一定在名额战中进入前6，夺得1个名额。柳玉那些王八羔子，尽会使绊子。周叔，怎么了？柳玉有座2级聚灵阵，对修炼大有裨益。依靠着聚灵阵，诸多强者才投靠他们。现在听说我们也要构建2级聚灵阵，刘玉就大肆抬价收购建造聚灵阵的材料，还花大价钱挖走我们已经聘请的灵阵师，害得我们材料和人手都严重不足。这也导致温先生他们几次建造聚灵阵都失败了。刘玉还不罢休，今天又挖走我们1个1级灵阵师，我们现在连建造聚灵阵最基本的人手都不够了。不就缺个灵阵师吗？老爹，我来顶上。胡闹！建造2级聚灵阵可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只有1级灵阵师才能帮上忙。老爹，我行不行？咱们去见见温灵先生，让他来判断，如何？少主虽然天赋卓绝，但我们所剩的材料只够再尝试1次。倘若又失败，沐浴便得再准备好多年才有能力建造2级聚灵阵了。所以还是先找1个1级灵阵师稳妥点，我们再布阵吧。温先生，我不是盲目托大，而是有几分把握才敢主动请缨的。小小年纪，居然能凝结出15道灵力，居然还是个灵阵师。温先生，你看陈儿能帮得上忙吗？
少主的修为确实达到了1级灵阵师，但经验、眼力还欠缺些磨练。不过，经验都是积累出来的，这建造2级聚灵阵对他倒是一个不错的历练机会。多谢温灵先生。这是2级聚灵阵的部分灵阵阵图，你先熟悉下。届时这一部分的灵阵就由你来负责。好了，我们先去准备布阵用的高级灵兽精魄，1个时辰后开始布阵。你小子真的可以吗？我会全力以赴的。只要建造成功，我们沐浴的实力很快就会赶上柳玉。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如果天不遂人愿，就当是花些代价，给你攒个经验。老爹，你放心吧。2级聚灵阵要一次性构建出来很难，所以我们的方法是，每人先构建出一部分灵阵，再把它们跟居中的主阵链接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大阵。我们开始吧。接下来用灵印构建聚灵阵的基点，我们每人出10道灵印，构建自己那部分灵阵。我另外再出10道灵印，构建居中的主阵。布阵。少主第一次参与，竟能完成得如此出色，天赋果真了得。现在大家都构建好自己那部分灵阵了，接下来我们开始把它们跟主阵链接，这是最难的一步。每一道灵力链接都要控制得妙到毫巅，稍有毫厘之差，都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没想到穆少主的炼阵如此顺利，现在就差陈灵的最后一点了。不好，陈灵，快控制住力道！陈灵，快继续补充灵印，修复灵阵！修补灵阵，唐不省少来凝聚灵印，谁来帮我凝聚下灵印？20道灵印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也腾不出手，否则炼结好的地方会崩开的。想不到会功亏一篑，罢了，让他们停下吧。小穆他。都没有接触过我这部分灵阵，怎么会懂得如何把它修补好呢？稳住了，陈灵，继续炼阵。是。立即控制好每道灵力的力度。成了。
2级聚灵阵，我们成功了！各位辛苦了。沐浴主客气了，这次能成，多亏了穆少主。晨儿，你立了大功。我刚才突然进入了一种古怪的状态，到现在还有点迷糊呢。什么样的古怪状态？我好像突然就能看清整个灵阵的态势，还发现了其中有部分缺陷，下意识就把它修补了。那不是新阵状态吗？魏先生，什么是新阵状态？哦，那是一种能让布阵者直接以心观阵，并凭心意改变灵阵轨迹的玄妙状态。就算是3级灵阵师，也未必能感悟到那种极致的状态。穆少主，你才1级灵阵师便能感悟，我之前可从未听说过这种事。这卑鄙的人类，天赋倒是不错。玉主，看来小穆以后会在灵阵上大有前途啊！能遇到穆少主这样的灵阵奇才，是在下的荣幸。来，这是1级灵阵虎岩式灵阵的灵阵阵图，若少主不嫌弃，就拿它修炼，应该对体悟新阵有所帮助。多谢温先生。那里有能指点你提升实力的人，好好跟他修炼，你就一定能拿到武大院的种子名额。是，自己过去吧。慕白此次前来，莫要多说话，进来吧。